大虚祖训：天黑别出门。黑暗里怎么会有活人？他能活下来，不会是个魔怪吧？这玉佩和村里的石像一样，能抵挡黑暗。可能是玉佩帮他活下来的。闭嘴！再闹就把你扔出去！我们这些废人被逼到大墟里，连自己都很难养活，怎么养孩子？送人得了。不如毒哑他，等不哭了再给他解毒。老娘捡到的小孩，谁敢动？老娘有牛，能用牛奶喂的，用不着你们养活。村长，您怎么看？咱们残老村终于有个健全的人了。既然村长也同意养他，就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就让他姓秦吧，名字就叫做木，秦木。长大了便叫他去放牧。那天起，所有人都亢奋起来，就连最冷静的药师爷爷也变成狂热的炼药怪人，整天在我这个大活人身上施药。一定要喝这么多死灵血吗？霸体就需要这么多。一次灌太多灵血，会把木耳撑死的。跟老子练刀去，少话讲话。另一个狂热分子就是他，最张扬的刀客屠夫爷爷。别看他喊打喊杀的，下手却很小心，从不会伤到我。当然，这得是他还没发疯的时候。木耳，来。太慢了，你是霸体，你的杀猪刀还可以更快。夜战连城风雨就是要快。快的像是黑夜中的风雨一样，洒遍全城。刀越快，注入刀内的元气就会越强，刀气就会燃烧。给我再快，让你的刀燃烧，让你的气燃烧，让你的精神燃烧。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，就是神通。老子早晚要劈开这天，杀回去！老子被斩断的是腰，丢掉的是双腿，但不是脑袋。老子要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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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刀法的极致，神通。屠夫又疯了，走，练拳。看上去马爷爷是古板阴森的棺材匠，但我知道，其实他是最热心的老好人。只是训练时，老好人也会毫不留情。
重拳出击。屠夫的刀法，切出火焰才是神通，而我的拳法，打出雷音才是神通。从前爷爷们教的是基础的刀法和拳法，现在都提到了用元气属性将刀法拳法推到极致的神通，这才是霸体的修炼。一只手也可以练拳，一只手也是1000只手，这就是雷音8式中的第8式——千手禅尊。来，攻击我！用拳突破声音的局限，突破空气的束缚，并可以掌控雷霆。一拳一掌都可以摧毁对方的魂魄和身躯，让他万劫不复。沙漠儿，打不过怎么办？跑啊！嘿，生活不只有远方，还有苟且。这个每天笑嘻嘻的，是我最好的朋友瘸子爷爷。以前我以为他笑是因为开心，可见过他笑着杀人后，我也分不清他的笑是真还是假了。瘸爷爷，啊，你有神通吗？当然，我的神通就是腿。腿是风，是大地，是力量之根。你试试，只要跑得够快啊，一切都是平地。你可以在墙上飞奔，水上飞奔，甚至在天空飞奔。声音追不上你的耳朵，就算初步修成偷天神腿的神通啦。瘸爷爷的腿这么快，是谁砍断了他的腿？马爷爷的拳这么厉害，又是谁砍断了他的右臂？还有屠爷爷的刀，谁能将他拦腰砍断？他们的仇家吗？我是霸体，我得变强。虽然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强大，但必须付出100倍的努力去保护他们。木儿，别逞强。你的元气快耗尽了，先来调息一下。这是我们残老村的老大，最博学的村长爷爷，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你从小练的这门导引功，就是专门训练霸体运转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3丹功。霸体3丹功听起来好厉害。只要觉醒灵胎，凭借霸体和霸体3丹功，你定会成为万古无一的强者。教我修炼的还有最爱折腾人的铁匠哑巴爷爷，最骄傲的画师聋子爷爷，最喜欢耍帅的相术师瞎子爷爷。爷爷们都这么拼了，作为霸体，我也不能落下。这位就是最疼我的司婆婆了，也是村里最多变的人。她有时是裁缝，有时是接生婆，有时又变成了商贩。
这可是上等的。我总觉得婆婆还藏着更神秘的一面。木儿，和婆婆去村外，我教你一个裁缝真正拿手的东西。裁缝拿手的不就是做衣裳吗？今天做的是一件很特别的衣裳。每个生灵都有2件衣裳，一件是靠魂魄气血维持的躯体外形，另一件则是依附躯体而生的影子。外形，影子。婆婆这就做件衣裳给你瞧瞧。嘘。第1步，定魂魄。不动了。我刚才弹出的元气，就是定住了他的天魂。婆婆，为什么你只定住了小鹿的倒影，小鹿就不动了呢？真正厉害的法术，能通过影子影响本体。这2道元气定住的是地魂和生魂，3魂主掌精气神，而7魄主掌体内气血运转。定住3魂7魄，就能锁住这个生灵。木儿，记住了吗？记下了，记下了。接下来就是做衣裳的关键，我们要将躯体的形与影分离。用它的影子做衣裳，需要用到一些针法。太神奇了，这就是婆婆的神通吗？这才是我们裁缝应该做的衣裳。那小鹿怎么办？它没有影子，会不会有事啊？我们只是借用一下影子，等婆婆拔出针，影子就会自己去找主人。锁魂定身，造化天魔功，影法自在，魔影幻魔功。果然是魔道法术。那些人是谁？隔这么远，怎么把声音传过来的？大虚蛮荒诡异，天魔教余孽在外面活不下去，竟然躲进了这里。什么天魔教？这些人说话真奇怪，穿的也奇怪。老身不过是江边的普通人，普通人可没有定魂魄的本事。这次你还只是剥离录影之一，下次你是不是就要剥人皮？剥人皮？造化天魔功就是锁魂剥皮的邪术。我派许多前辈被你们这些魔头变成牛羊，一辈子耕地吃草，甚至拉到集市上宰杀贩卖。你的手法，我漓江五老断不会认错。木儿，别怕，这世上披着人皮的禽兽太多，我们学着法术，就是将他们打回畜生样貌，让他们不能再骗人害人。原来是漓江派的5个老鬼。自从漓江派做了严康国的走狗，真是越发狗仗人势了。
如今还敢跑到大虚来乱吠！延康国是奉神谕建立的国家，我们漓江派身为南疆第一剑派，辅佐延康乃是顺应神意的正道。神谕早已言明，大虚是神器之地，凡遇大虚中的神之器民，格杀勿论。你这魔头，不仅违背神谕，还将邪术传授器民，简直罪孽深重。不诛杀你，不知道还有多少生命葬送你手。他们要杀婆婆。木儿，这几个老杂毛奈何不得婆婆，但你在身边，婆婆便会分心。快跑！漓江无子，不得叫那魔崽子为祸苍生，将他斩了，提头来见。遵命。他们都是灵体，灵胎神藏的造诣不弱，木儿肯定会被追上。魔头，在我们面前你也敢嚣张？老身好久不曾活动筋骨了，你们5个老鬼，莫非也想被我做成衣裳？不知道木儿怎么样了？师弟们，随我借五行炼魔阵，肃清魔头，守卫正道。是。许久未出大虚，外界的剑术真是进步神速。老身好久不曾用人炼衣裳了，不知道手艺有没有生疏。漓江派的精妙剑术，我们漓江父老已继承大半，又岂是你能轻易破解的？你就等着和那小魔崽子下去团聚吧！千万中藏有6842口剑，距离如此近，还是被你躲过去了。你一定不是籍籍无名之辈，天魔教中没有你这副模样的老太婆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不是你真正的样子，你披着别人的皮。你伤到了我的皮呢，漏气了。我听过你的嗓音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天魔教的教主父。出来吧，死瘸子！你看了多久了？
刚来，我啥都没看见。看到无所谓，只要没有听到就好。我确实听过一个故事，天魔教主厉天行一辈子英明神武，晚年时却做了一件蠢事。他看上了当时最美丽的魔教圣女，于是废妻再娶，魔教华人。就在成亲那天夜里，那位新教主夫人暗害厉天行，坏了他几百年的道行，夺走了魔教的镇教魔典。魔教长老祖师纷纷出关追杀，还是被他逃了，至今不知所踪。我早年也听过一桩趣事：天下第一神偷，速度举世无双，一双腿已经修炼到了神的境界，从未失手，却在盗取延康国地碟时被延康国师发现，斩掉了他一条神腿。他逃出国师追杀，带着地碟消失无踪。延康国师被誉为神下第一人，却没能留下神头。他应该还留着神偷那条神腿，等待着物归原主吧。司老太婆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废人，曾经说过各自保有秘密，不问彼此来历。从现在起啊，我就是哑巴，聋子守口如瓶。你那些花花肠子，别让木儿学了去就好。